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31岁白鹿父父子子冲白玉兰，与杨紫一较高低，两人竞争激烈。父父子子这块饼一端出来，圈里很多人先看的不是剧本，而是人。雷佳音、樱桃、宋佳再加白鹿，这个阵容摆在那儿，意思已经很明白了。这不是随便糊弄一下的项目，是真想往证据那条路上狠狠干一把。问题也来了，白鹿坐进这个桌子，到底是被抬了一把，还是他自己终于挤进去了？说白了，这种戏最怕的不是没流量，最怕的是流量来了，戏接不住。白鹿这几年确实长得快，综艺也上，古偶也拍，脸熟得很。路人缘也慢慢起来了，可证据这东西跟古偶完全不是一套玩法。古偶看的是甜，是美，是热闹，证据看的是你能不能把一个年代的人撑住，把那股子苦，那股子拧巴，那股子时代劲儿演出来。观众不傻，谁是真能演，谁是靠包装，刷2集就看出来了。父父子子最狠的地方在于它不是讲一个家族，是4个家族，4代人，横跨快50年，从战争、垦荒到工业发展，一路往下压。高家第1代是哈尔滨商人，为东北抗联筹钱，结果被发现，直接搭进去。第2代接过家业，最后成了抗战英雄。第3代高坤在美国长大，回国参战，人生一下被时代掀翻。第4代高山留学归来，转头成了海军。你看，这种戏最吃演员的时代感，不是站那儿念台词就行的，让人信你真活在那个年代里。也正因为这样，白鹿这次哪怕是配角，戏份不少，也已经够让人盯着看了。他要是演稳了，冲个白玉兰女配，不是没可能。可要是撑不住，马上就会有人说，资源是好资源，接得住才算本事。娱乐圈就是这么现实，饼永远不缺，缺的是把饼咽下去的人。现在90花里，白鹿和杨紫总被放在一起聊，不奇怪，他们俩都属于那种想往上走，又不能一直只靠偶像剧吃饭的人。杨紫的问题更明显，她是最抗拒的那一批，观众缘强的离谱。可也正因为这样，大家总会盯着她下一步怎么走。她拍生命树，很多人就已经开始替她算奖了，但也有人觉得梅婷、胡歌那种角色更有分量，真正能不能拿，未必轮得到流量型演员去收割。证据圈现在就是这个状态，门口站着一堆人，里面的位置却没那么多。再往前倒，最早被看好的其实不是白鹿和杨紫，而是李沁、李梦。李沁这人很有意思，早年被李少红捧过，起点其实不低，国民度也有，脸又很适合上镜。可后来资源一段时间跟不上，明明演技不差，却一直没真正扛起过一番剧，慢慢就被推到男频剧这边去了。李梦更可惜，灵气是有的，甚至有点天赋型演员的意思，但个性太难琢磨，路越走越窄。要不是墨雨云间里那个反派又把他拽回来一点，外面真有人要把他当查无此人了。你说这行业是不是挺狠？不是你会演就一定有戏拍，很多时候还得看命。赵丽颖这条线又是另一个故事，她算是花旦转青衣最典型的例子，走出来了，所以后面的人都拿她当参照物。可别忘了，她能转成是一步一步踩出来的，不是突然某天就高端了。白鹿现在往这条路上走，多少有点学样子的意思。警察荣誉算是开了个好头，至少让证据圈看见她不是只能演甜妹。杨紫也一样，她早年其实就碰过证据战长沙大秧歌，都不是小打小闹，和正午阳光、郭靖宇合作过，收视也都不差。
只是后来他走流量路线，古偶这块基本是他的主战场，资源、热度、商业价值都在这边，谁会轻易撒手？但话又说回来，黄金年龄的女演员，谁不想先把花旦这口饭吃稳？赚得快，曝光高，剧本也更好看。等真到了35岁往后，再想往青衣那边挪，就不是你想转就能转的了。到那时候，正剧资源早被那一批成熟女演员和85花、90花里的转型选手分得差不多了。你今天不往前挤，明天就只能看别人坐在桌上吃肉。所以白鹿这次接父子养子继续往正剧靠，表面看是各走各的，实际上都是在抢同一条窄路。能不能走成，还真不是靠嘴上说转型2个字就行。观众眼睛毒得很，行业也现实得很，谁能站住，谁就往前一步。剩下的人可能还得在古偶里再熬几年。